10月10号，美股迎来了一场血腥的黑色星期五，道琼斯指数暴跌超过800点，纳斯达克指数更是重挫3.5%，创下4个月来最大的单日跌幅，市场一片哀嚎，恐慌情绪蔓延。同一时间，有华尔街恐慌指数之称的 VIX 指数像脱缰的野马一样，瞬间飙破了20点的警戒线，甚至连被很多人视为避险资产的比特币也未能幸免。大跌超过15%，加密货币全网有192亿美元爆仓，刷新了历史记录。这个爆仓金额不仅是加密市场历史排行第一，更超越了前几名事件的爆仓金额总和。当你看到这些新闻，打开你的股票账户，看到一片血海的时候，你可能会问自己，发生了什么事？世界末日要来了吗？我的血汗钱是不是要蒸发了？在社交媒体上，有些人会说快跑，也有些人在喊抄底，不知道该听谁的，该怎么办？如果你有这种感觉，今天你来对地方了。因为在这条影片里，我会带你看穿市场的迷雾，揭示这场暴跌背后媒体没有告诉你的真正原因。更重要的是，我会告诉你，在这场看似危险的风暴中，隐藏着怎样的黄金机会，以及我们普通投资者应该如何应对，甚至做到涨跌都赢。如果你想保护你的财富，请你一定要把这条影片从头到尾完完整整的看完，因为你今天学到的东西可能会改变你未来10年的投资命运。记得点赞、订阅、分享，让更多人看到这个重要的信息。很多人将这一次大跌简单归咎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一则推文。他宣称，由于双方关系变得非常敌对，正在考虑对中国征收新的关税。但更让市场恐慌的是，这次不仅仅是关税威胁，还涉及到对中国稀土出口的潜在管制。稀土被称为工业维生素，是制造晶片、电动车电池、风力发电机等高科技产品不可或缺的原材料。而中国控制着全球约60%的稀土开采和超过85%的稀土加工能力。一旦中美在稀土领域发生摩擦，整个科技产业链都会受到冲击。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这次科技股跌得特别惨。这个确实是导火线。其实一根火柴本身是无法引爆一座军火库的，除非这个军火库里早已堆满了炸药。这次的暴跌在我看来不是单一事件，而是一场由地缘政治、市场结构和投资者心理共同引爆的完美风暴。我把它总结为3大底层逻辑。首先，我们要明白，在这次暴跌之前，市场的健康状况已经亮起了黄灯。特别是过去几个月，以科技股为首的 AI 股涨得太疯狂了，资金过度集中，估值被推到了天上。这就像一艘船，所有人都挤在甲板的一侧，船虽然还在航行，但已经失去了平衡，只要一阵强风吹来，就可能翻覆。这次特朗普的关税威胁，特别是对稀土管制的暗示，就是那阵强风。现在的科技巨头，从苹果到特斯拉，从英伟达到 AMD，他们的产品都高度依赖稀土材料，一旦供应链受到威胁，不仅是成本上升的问题，更可能面临生产中断的风险。这种卡脖子的恐惧，让投资者对整个科技板块失去了信心。但真正让市场重挫的是船本身就已经不稳了。当稀土管制的消息传出，资金从过热的科技股中恐慌性出逃，造成了踩踏。这不是健康的回调，而是一次结构性风险的集中释放。所以你看到的不是一个点的问题，而是一个面的问题。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VIX 恐慌指数，它就是市场的心电图。当市场平稳时，它的读数很低，就像平稳的心跳；但当市场感到恐惧和不确定时，它就会剧烈飙升，就像心脏病发作前的心电图。VIX 指数其实就是标普500波动率指数，它是由标普500指数未来30天的评价认估和认购期权价格加权实时计算得出的。当市场因为突发状况陷入恐慌时，投资者会倾向于买入期权来对冲风险，进而推动期权价格上涨。这就是 VIX 指数上升的原理。从历史数据来看， VIX 指数大部分时间在10到30之间波动。一般来说， VIX 指数维持在20以下时，市场通常处于稳定期，而低于15时反映投资者比较乐观，可能放松了警惕。大部分分析师认为30是判断市场是否出现恐慌情绪的基准线，一旦 VIX 指数飙升至30以上，就代表市场进入了真正的恐慌区。虽然理论上 VIX 指数升高并不能直接代表股市一定会下跌，因为波动是双向的，但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当 VIX 指数飙升时，标普500往往表现都比较差。2008年金融危机时， VIX 指数在2个月内飙升超过90。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时， VIX 指数又一次暴涨到80以上。而在10月10日的市场动荡中， VIX 指数的急剧上升正是在向我们发出警告信号。它告诉我们，市场的不安情绪正在快速累积，市场在未来有机会会出现调整。最后我们来看看比特币，为什么连比特币也跟着大跌？
这打破了很多人的迷思。他们以为比特币是数位黄金，可以在市场动荡时避险，但这次的表现证明了在极端恐慌下，这种理论是站不住脚的。在海啸面前，没有安全的港湾，只有更坚固的船。当市场的恐慌情绪达到顶点，投资者会不计成本的抛售所有他们认为有风险的资产来换取现金。在这个时候，比特币被市场归类为高风险的科技股，而不是像黄金那样的避险资产。所以我们看到的是股票和比特币的双杀局面，资金抛售了科技股，也抛售了比特币。所以你明白了吗？这次暴跌表面上看是特朗普的一句话，但深层次的原因是科技股的估值泡沫、VIX 指数的飙升以及风险资产的连锁抛售。这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而不是单一的利空消息。每次市场大跌，总会有人拿出历史来吓唬我们，说这是1929年大萧条重演，或者2008年金融海啸再来。确实，历史可以作为镜子，但我们不能刻舟求剑。这次的黑色星期五和历史上的几次著名股灾既有相似之处，更有本质的不同。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到，这次的跌幅和 VIX 指数的水平与2008年那种系统性崩溃完全不在一个量级。2008年 VIX 指数冲到了80以上，那是整个金融系统濒临死亡的信号。而这次 VIX 虽然突破了20，但更像是对未来风险的警告，而不是宣判死刑。这次的事件与2025年4月由关税战引发的下跌更为相似，都是由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触发，但关键的区别在于市场的反应模式变了。4月份时，资金是恐慌性的抛售一切，而这一次我们看到资金在抛售股票的同时，清晰地流入了美国国债，这说明市场并未完全失控，而是在进行一次理性的风险重定价。历史告诉我们，由单一政策或事件驱动的下跌，只要不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市场的修复能力往往是惊人的。当恐慌消散，价值回归，机会就会浮现。真正的问题不是会不会继续跌，而是跌下来之后，你能不能理性分析，做出正确的应对措施。很多人在下跌中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抄底，但是抄底是要有技术，抄不好就抄在了半山腰，看着它越跌越低。在一场台风过后，你会发现有些树被连根拔起，而有些真正强壮的树只是掉了一些叶子。风雨过后，它们会吸收更多的阳光和养分，长得更加茁壮。我们的银饰技术分析就是要帮助你在市场的台风中识别出哪些是会被连根拔起的弱树，哪些是未来能够长成参天大树的强树。我们来看看技术图表。以纳斯达克指数为例，这次暴跌直接击穿了10天线，这就像一个弹簧被外力狠狠地压了下去。从纯技术角度看，当一个资产被过度抛售时，它本身就积蓄了反弹的动能，但是反弹不等于反转，所有的股票都会反弹吗？绝对不是。弱势的股票可能只是昙花一现，然后继续下跌，而真正的强势股会在这次洗盘中比大势跌得少。银饰技术公益课是我过去10几年的投资经验总结出来的精华，里面的3个秘诀告诉你如何在股票市场里长期稳定获利，无论股票市场在顺风期还是逆风期，都能不断的买到强势股，这些都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这堂课是完全免费的，目的是帮助更多的人建立起自己的交易系统，在投资的道路上少走弯路。名额有限，请立即点击资讯栏连结，了解课程详情吧。回到正题，我知道你最关心的问题是我现在到底该怎么办？我给你3个非常具体可执行的行动建议。首先也是最重要的，立刻停止任何恐慌性的抛售。恐慌是投资最大的敌人，它会让你做出最错误的决定。你要做的是冷静下来，打开你的持仓，用我们刚刚讲的去审视你手中的每一只股票，问自己几个问题：这家公司的基本面改变了吗？它的护城河还在吗？这次下跌，它的跌幅相比大盘是更大还是更小？它所在的行业是未来的趋势还是夕阳产业？通过这个过程，你会对自己的持仓有一个清晰的诊断。那些基本面恶化，在下跌中表现脆弱的弱势股，可能是你需要考虑减仓或换掉的对象；而那些基本面稳固、表现抗跌的强势股，就是大势恐慌过后需要重点关注。在市场方向不明朗的时候，现金为王，不要急于抄底，因为你不知道底在哪里。市场的恐慌情绪释放需要时间，技术指标的修复也需要时间。未来几周，我们要密切关注几个信号。VIX 指数它是否能回落到20以下并保持稳定，这是市场恐慌缓解的关键信号。关键支撑位，各大指数是否能在重要的技术支撑位上站稳，这个决定了市场的短期走向。成交量，市场是否能从恐慌性放量逐渐回归到正常的成交水平。
在这些信号没有明确之前，保持耐心，管住自己的手就是最好的策略。最后也是最根本的一点，利用市场的震荡期来武装你的大脑。股神巴菲特说，你最好的投资就是投资你自己。当市场好的时候，人人都是股神，你很难发现自己的知识短板，但当潮水退去，才知道谁在裸泳。这次的暴跌就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在投资知识、交易系统和风险控制上的不足。你应该利用这段时间去学习、去反思、去建立真正属于你自己的投资框架。这也是盈势分析公益课的初衷。我希望能够帮助更多像你一样有上进心、有求知欲的投资者，摆脱焦虑和亏损的循环，真正走上长期、稳定、安心的盈利之路。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记住，财富是认知的变现。你在投资市场上亏的每一分钱，都是因为你对这个市场的认知存在盲区，而你赚的每一分钱，都是你对这个世界深刻理解后，市场给你的奖励。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影片对你有一点点的启发和帮助，请你一定要按下订阅按钮，打开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未来的任何一条重要分析。同时，也请你把这条影片分享给你身边那些同样在为市场波动而焦虑的朋友和家人，你的分享可能会帮助他们避免巨大的损失。最后，我想问你一个问题：经历了这次黑色星期五，你最大的感悟是什么？你接下来最想解决的投资难题又是什么？请在下方的留言区写下你的答案。我们下条影片再见。